5星酒店，一桌8菜1汤2瓶饮料，玩着破冰游戏，听着领导们宣扬企业文化，激动得无法入睡。住进板房，吃着猪脚饭，喝着冰红茶，全年加班无休，听着工友们阵阵呼噜声，被吵到无法入睡。天不生我工地老，搬砖万古如长夜，捅来！就是这么一套标准的流程，不知道成了多少土木老哥挥之不去的梦魇。或许只有在一次提桶跑路的幻想中，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。以至于我是真的很想知道，当土木老哥见到《恋爱猪脚饭》这款游戏时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？工地、猪脚饭、双马尾美少女、恋爱喜剧。由于这些词汇组合到一起过于新奇，导致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其名号一度在各大 QQ 群中疯传。而游戏本身也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巨大结合，最扎眼的自然是封面上这个穿着水手服、戴着安全帽的红色双马尾萝莉。设定上她是花猪集团的长公主，喜欢吃猪脚饭，因为十分热爱工地，不愿去继承家业，从而和家里关系不好，所以选择独自在工地担任施工员。人设抽象也就算了，给安全帽打2洞只为露出双马尾，这点实在是不知从何吐槽了。男主和剧情的设计思路是参考了很多挂壁 UP， 为了展示出接地气这一属性，游戏内出现了很多场景也是现实中实拍的。为了加快游戏的制作进度，团队也是在模点上开启了众筹，并表示游戏会在4月份的时候登陆 Steam。 关于游戏的一些基本问题，作者也予以了解答，基本就可以确定这是一个低成本的整活游戏了。而从众筹档位上来看，加早39这档不仅有游戏本体，还会给你工地2件套和2个徽章周边，换算一下确实说不上多贵。有趣的题材，低廉的价格，还算有诚意的回报，都为恋爱猪脚饭提供一个良好的开局。不少人也是选择支持了一手，最终游戏总共获得了14万的筹款。这么看，保底也是有4000多份的销量了，这对于一个低成本的国产 Galagame 来说是相当不错了。由于作者只说了在4月份发售，并没有特指具体的日期，玩家也只好默默等待。而5月都要过半了，游戏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制作组最后一次的公开发声还是筹款成功后的感谢。换个角度思考，一个用了实拍和 AI， 流程不到2个小时的游戏，真的需要花费这么久来打磨吗？更不用说大伙还给你上了提速 buff， 结果日期超了，要公告没公告，要成品没成品，从哪个角度看都说不过去吧。此情此景，颇有种工地上甲方不接工程款跑路，留下一批烂尾楼的即视感，也算是遵循了土木的保留节目了。只不过参与众筹的赛博土木佬们更惨，连个赛博烂尾楼都没留下。愤怒的玩家也只好在众筹的评论区和粉丝群宣泄怒火。眼看流言四起，发布众筹项目的似水流地在粉丝群发表声明，称因病正在住院，游戏暂定跳票到6月份，在此期间相关事务会由另外一名负责人顾错来掌管。从粉丝群的聊天记录来看，主创的病因是什么，开发进度又到哪儿了，这些关键性的问题都没有得到答复。如果情况属实，主创确实是因病耽误了工期，那也情有可原，但如果不是，那就只能祝愿病魔有朝一日能战胜主创了。前不久5月19日，作者在众筹网站上发布了最新的公告，对近期的节奏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回应。其实翻来覆去还是那些话术，唯一确定的有用的信息就是游戏被延期到了7到8月份。Steam 界面的发售日期也由最开始的4月改成了即将推出。这番新的说辞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的，有的人选择继续相信，有的人则是呼吁趁早开放退款。就目前这个情况确实没什么办法，虽然个人是不想看到制作组跑路这个结局的，但毕竟有那么多血淋淋的案例在前，说完全放心也不太可能，剩下的也只能交由时间来判断了。